2024最新复仇韩剧，新晋小花卢正义主演，名校的阶梯震撼上线。故事开篇，一个立志揭露学校黑暗的男生，却在转角处被一辆豪车撞死。学生证上写着江仁汉。这起学生死亡事件对学校毫无影响，在新生欢迎会上，靠着满分成绩的考试，拿着奖学金，才得以来到这所贵族高中。作为新生代表发言时，一个迟来的财阀之子走进了礼堂，礼堂内立刻变得鸦雀无声，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，连话筒也被静音了。直到这个叫金立安的男生坐下，话筒才恢复正常。迎新会散场后，江谷刚想起身离开，却被旁边的男生拉住。这时金立安才慢慢地站起来，离开了礼堂，其他同学才陆续跟着走。江谷感到困惑，便问旁边的同学，那位同学只说了句天真便走了。当江谷来到特 A 级教室时，一个女生提醒江谷这里是特 A 班。接着江谷去了普通 A 级教室，同学们嫌弃他是贫困生，不愿意让他坐旁边，说这是我的座位。江谷只好往后找座位，没想到男生见他过来，拿书占领先前的空位，拒绝和贫困生同桌。最后江谷选择坐进角落里，桌子破旧的不像样，好像特意为他留的。午餐时间到了，赫拉邀请金立安一起吃饭，得知他和女友才一正在冷战，他想趁机插足，却被拒绝了。那天晚上，消失了3个月的才一回到了韩国，没人知道他最近在忙什么，连赫拉发的短信和打的电话都没回复。才一上车就让赫拉通知大家，他为了明天上午有事要宣布，明天在赛道上见吧。才一回到家就要陪父亲和客人一起吃饭，才一中途离开了餐桌，一爸马上跟了出来，建议他换衣服，他觉得今天的场合不合适，最好像妈妈那样端庄点。父亲走后，才一怒气冲冲地脱掉上衣，跑到僻静处，被在他家做兼职的江谷看见了。江谷看到他没穿外套，就把自己的衣服给了他，接过衣服的才一没说一句谢谢就走了。没多久，他到达事先约定的赛道，金立安也到了，看见3个月未联系的女友，心情复杂。直到赫拉主动开口，金立安才说话，想让才一解释。才一主动提出赛车打赌，输的人要满足赢家一个愿望，第3圈谁先到达谁就赢。接着才一换了衣服，和金立安开始赛车，两人势均力敌，拼命竞速。金立安担心才一受伤，不得不停下。最后才一取得胜利，随后毫不迟疑地提出分手，我们结束吧。赫拉感觉情况不妙，赶紧和朋友离开。金立安很困惑，从小一起长大，怎么就突然分开了？才一不给他解释的机会，迅速转身离去。此刻他强忍着眼泪，毕竟同班。两人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才一注意到金立安手上的绷带，不禁担忧起来。坐在后面的江谷这才发现，才一竟然是自己的同班同学。他热情地打招呼，但才一无动于衷。江谷只好尴尬地放下手。下课后，江谷看了看自己的课表，没有击剑和赛艇课。他想问同学，但对方不理。老师也注意到江谷特别活泼，他特意把班长叫到办公室，叮嘱他多关照江谷，同样的事别再发生，就像上学期那样。明白老师，是为了帮金立安挽回才一。同学们在讨论方案，江谷却只顾低头看手机，差点和他们坐在了一起。一群同学马上把他拉走，单独给他开了一个小会。原来这所朱姓高中有严格的等级制度，领带颜色分身份，奖学金升向江谷是蓝色的，其他学生则是红色的。各个家境不是官宦子弟，就是财团小孩。尤其是金立安背景深厚，他的外曾祖父是这所高中的创始人，代代为学校奉献。江谷意识到人与人的差距，应以礼相待。他觉得讲礼貌没问题，但得罪这个词有些奇怪。学长才对他说，有个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到处捣乱，于是被立安杀了。谢谢你的提醒。随后江谷找到金立安打招呼，却被直接忽视。赫拉因此对江谷产生兴趣，于是告诉他明天有欢迎会，到时有专车接送。当时不知情的江谷上了贼车，一心想挽回才一的金立安，在赫拉的安排下布置好了浪漫场景。接着他以自己的名义给才一发了邀请，江谷参加了迎新会。进门时手机被没收，江不知情的坐下后，赫拉让佣人端上6杯酒，说其中1杯加了料，但没说明是什么。
为了给游戏增添趣味，赫拉率先端起红色鸡尾酒，在众人注视下喝了下去。见没事发生，他开始怂江谷也选一杯嘞，却不知赫拉除了那杯红色的，其余5杯全下了药。江谷无论选哪一杯都没效果，一喝下去就头晕目眩，连站都站不稳，甚至当众忍不住呕吐。他踉跄地走进卫生间，洗了脸，强忍着抓住了洗手池。这时独自喝酒的才一突然接到了奇怪的短信，对方以他父亲威胁，要求单独见面。才一慌乱地躲进房间，却发现金利安早已在房里等他。金利安想复合，才一还是拒绝了。是什么原因分手的，他也不想说。一直高高在上的金利安第一次感到失败。紧后的江谷和一群人玩起了国王游戏，他选择了大冒险。国王要求他和在场的女生接吻3分钟。江谷突然站了起来，大家以为他不想玩。江谷直接走进了才一房间，哥哥江仁汉的死相浮现在脑海中。为了报仇，毫不犹豫地当着杀兄仇人金利安的面关心了他的女友才一。才一为了摆脱金利安，也没有推开江谷。现场安静的可怕。金利安气得上去就是一拳。第二天江谷带着伤来上学，同学们都躲着他，还有人嘲笑他是贱民，等会肯定被金利安揍。另一边，女生们在一起八卦，不懂摆才一为何不推开江谷，猜测他们不会有事吧。但赫拉觉得不简单，毕竟只要才一喜欢，身份无所谓。这时江谷走进大厅，正巧碰到了金利安。他不由得想起一名同学曾说过，那个得奖学金的学生去世了，因为金利安讨厌他。江谷哥哥之前的死，就是因为金利安讨厌他，所以才以肇事逃逸结案。其实是因为害怕被霸凌，故意闯入车道被撞的。江谷不清楚金利安为啥讨厌哥哥，同学们猜是因为才一。唯一让他冒火的只有才一，毕竟他们是情侣。江谷才故意在金利安面前吻了才一，试图激怒他。金利安越想越愤怒，搞不懂才一喜欢他哪里，还不明白分手真正原因。但才一啥也不说。金利安扬言会不择手段行动。下午江谷主动找到了才一，为昨晚的冲动行为道歉。没想到才一看到他嘴角的伤后，直接要求他退学，因为他已经得罪了金利安。这件事儿我来应付就好，因为你没有推开我，我很高兴。才一听到这话，脸一沉，没理江谷，转身离开了学校。晚上，赫拉告诉金利安，他刚在酒店门口见到了才一，并且透露有法子挽回他，那就是谈场恋爱。15、16岁就在一起的男生，分手后也能和好，绝对不能忍受，肯定会想办法抢回去。金利安听后没立即回应。另一边，佑正和才一在酒吧聊天，那小子突然接到一个名为 H 的电话，就匆匆跑出去接。与此同时，才一又收到神秘人的短信，对方威胁如果再继续，如果你假装什么都没发生，就把视频上传到他父亲的邮箱。这让才一感到很害怕。原来视频里拍到才一因为某事没处理好在发脾气，他担心被父亲发现受到惩罚。巧的是江谷的哥哥那天也在场。你不会吧，才一？第二天才一陪父亲打猎时，父亲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。才一以为自己的事情曝光了，全身紧张的不敢动，他吓得紧闭双眼。此时父亲打破沉默，说有事要回公司处理，便匆匆离开了。才一连忙松了口气，然后他邀请赫拉一起商量对策。无论如何，你都得查出匿名账户的人。江谷在更衣室发现金利安在和同学们交换药物，突然想起哥哥曾提到酒里被加了毒品的事。那时江谷以为哥哥在吓唬他，没想到现在亲眼看到。金利安交易完后，注意到江谷在盯着他，立刻走到江谷面前质问。有背景的金利安根本不把江谷放在眼里。另一边，班长去校长办公室，看见了吓人的一幕，要不打他个半死。班长到校长办公室后，校长叮嘱自己儿子要和财阀家的孩子搞好关系。与此同时，江谷向班主任举报储物柜里有药，但班主任听完后脸上显得不耐烦，以侵犯隐私为由，拒绝打开同学储物柜。最终江谷威胁称，如果不查就向媒体曝光，班主任只能打开储物柜。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，只有一些缓解焦虑的普通药物。江谷失算后显得很无语。与此同时，朱姓高中推出了治愈森林课程，所有学生都被带到森林别墅放松。一群人在赌100万韩元整蛊江谷，只有班长在帮江谷找宿舍。4个财阀家孩子聚餐，
场面有些尴尬。才艺先离开，结束了这沉默的饭局。金利安心情低落，赫拉建议金利安和他恋爱，这样能刺激到才艺。可金利安没有答话。看到才艺骑上江谷的自行车，金利安彻底慌了。为了让男女主角相处，导演设计了一场大雨。一条小狗走到才艺身边，他开心地笑了。江谷豹不禁被吸引。身为财阀继承人，才艺从3岁起就被剥夺了情感。原来有钱人也有烦恼。雨停之后，才艺主动邀请江谷去自己别墅烘干衣服。这时佑正忍不住寂寞，借校长的名义把班主任约到房间喝红酒。进入别墅时，班主任看见才艺和江谷去了不远处的别墅，于是班主任和佑正聊起了这事。接着佑正打电话通知了金利安。等衣服烘干时，江谷感觉困倦，不自觉倒在了才艺肩上。才艺也没有抗拒。那天你吻我的时候，我并没有不舒服。江谷的心跳得很快。就在他要吻才艺时，金利安带着校长闯了进来。你们在干嘛啊？才艺对此无动于衷。因看见江谷的手链，他想起了一个故人，便首次查看了江谷的学生档案。第二天上课时，课桌上被人放了一张遗照，他想起了哥哥的灵堂，怒火中烧。江谷因擅闯别墅被送到惩戒会。就在校长准备宣布退学，才艺赶到，表明是自己邀请他进别墅，随后霸气地带走江谷。在门口正好撞见了金利安。金利安质问才艺为何护着江谷。我喜欢他，才艺回应。金利安气得不行。来到外面后，才艺问他来这里的真正目的，但江谷并没有透露，而是想瞒过去。听说你一直拿第一，我想碰碰运气。另一边的金利安正打拳发泄怒气，他始终不信青梅竹马的感情竟输给了个穷小子。次日上学，才艺的豪车直接到江谷家门口接他，连自行车也绑在了宾利上。才艺的专车在学校门口一停下，两人牵手走进来了，连迎面来的校长也不敢多问，所以江谷也能上财阀继承人的课，就连老师上课时也吓了一跳。课程结束后，江谷得到财阀亲的事传遍了整个学校，连以前欺负他的学长也只能跪地求饶。江谷换衣服时，发现更衣柜有张纸，江谷不小心把纸掉地上，金利安趁机捡了起来，也看到了纸上的字。有人警告江谷别惹自己，但他完全不在意。在接下来的球赛中，才艺经过金利安时显得更疏远了，所以球赛结束后，金利安毫不犹豫地亲吻了赫拉。所有人都呆住了。就在大家没有察觉的角落，一只无形的手正在盗取每个人的秘密。给江谷递纸条的人就是那个故意和他疏远的太昊。太昊家族经营的金酒店正是才艺家族集团的产业。太昊不仅知道江谷是江仁汉的弟弟，还了解他来名校的目的。我哥给我打过电话，我哥肯定也遇到麻烦了。江谷让太昊帮忙拿到利安储物柜的密码，因为可能里面有毒品的证据，但太昊说他很害怕。第二天，江谷故意骑车等才艺，还让才艺坐他的车去学校。风吹得很舒服，对吧？江谷在街边摊买了2份早餐，然后递了1份给才艺，但耶利不想吃。别爱上我。像耶利这样的千金小姐，连出席聚会穿什么都得请10几个模特走秀挑选，首饰则由爸爸亲自选。又哪会吃路边摊的东西？但因为父亲太物质，耶利从来不爱笑。首尔超级财阀夫人金利安的妈妈为学校开了场家长会，与其说是家长会，倒不如说是财阀的商务聚会。这样的场合当然少不了才艺的父亲，出席的人都是金字塔尖上的人物，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这场聚会结识更多财阀，以推动家族事业更进一步。而作为奖学金生的江谷，通过兼职机会来现场弹钢琴。赫拉的父亲想和才艺的父亲打个招呼，让女儿赫拉给他牵线，但因为才艺不喜欢赫拉了，所以他很忙。在场的家长都觉得才艺和利安是绝配，如果两家能结成姻亲，那两大家族的实力整个首尔独占鳌头。但才艺的父亲压根看不上朱姓集团，利安的妈妈也说朱姓与在金的理念差得太远。赫拉看到父亲连话都插不上，更不想舞台上只有才艺和利安，于是主动出击，跟几大财阀家族寒暄，并把才艺和奖学金学生谈恋爱的事情抖了出来。像才艺这样的富豪家庭，父亲绝对不准女儿嫁穷小子，所以得知女儿和江谷谈恋爱后，父亲甚至拿出了猎枪。才艺吓得不敢吱声，旁边后妈的儿子却趾高气扬，
说才艺和他妈妈一样，又贱又低俗。结果下一秒，闭嘴，你这臭小子！才艺解释自己只是个贫困奖学金生，所以才稍微有些接触。但父亲不糊涂，才艺只好坦白认错。等你准备好了，就去纽约。第二天，才艺找到江谷，让他别再和自己扯上关系，否则后果不会像家长会那天那么简单脱身。我们别假装，认真交往吧，让我代替金利安陪伴你左右，不用太担心。赫拉找到江谷，提到之前有个奖学金生，也是因为靠近郑才一，最后被害。江谷认为利安谋害了江仁汉，但赫拉说金利安是朱姓集团继承人，完全不必因为一个奖学金生而闹事。其实江仁汉是为才一而死。才一正在课堂上，手机传来更劲爆的消息，对方得知才一要去纽约，计划缩短游戏时间。才一见此信息，焦虑地离开了教室，江谷就跟在他后面。利安看到了，挡住了江谷，并警告他别再骚扰才一。就在这时，崔冲熙他们也过来了，本想帮利安教训一下江谷，结果没想到跟那什么被你们杀害的奖学金生一样。金利安终于开始怀疑江谷，并让右正帮忙调查江谷的背景。我突然很好奇原因是什么。才一还想用命令的语气，请赫拉告诉我匿名信息调查的结果，但昔日的闺蜜情已不在。赫拉只告诉才一，发匿名信息的是朱姓高中的人。这个线索已经是赫拉的最后恩赐。我从幼儿园起就喜欢利安了。父亲安排我和财阀公子见面，但我连对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那天在聚会上调侃两家关系的人，其实就是父亲说的普会长。仙俊和才一独处时，才一的手机却收到几条信息，他只好走到外面偷偷查看，发现是钟队长的标志。才一看完信息后彻底崩溃了，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来学校。江谷一直没等到他的出现，赫拉却说他被爸爸软禁了，等过些时日就会去纽约，要和一个叫仙俊的财阀公子结婚，还把才一的别墅地址告诉了江谷。江谷照着地址找到了才一的别墅，才一却让江谷赶紧离开，说没人能帮自己。江谷看见才一憔悴的样子，打死也不愿松手。江谷搞不懂谁会威胁财阀千金，才一说有人死了，而且是他害死的，那人名叫江仁汉。江谷自认是江仁汉弟弟，金利安也查到，原来他们是一卵双胞胎。当年的江仁汉不过弄脏了富二代的衣服，就被崔允熙打得很惨。面对大家的拳打脚踢，无力反抗的江仁汉只能选择逃跑。就在逃跑的时候，碰到了正被同父异母弟弟欺负的郑才一。江仁汉看到才一情绪低落，递给了他一根棒棒糖。两个原本素不相识的人，因为相似的经历彼此联系起来，结果下一秒江仁汉就被男友金利安抓住。眼前场景让利安非常震惊，才一觉得是自己连累了江仁汉，并且知道了江谷是在调查哥哥的死因，才故意接近才一。江谷并不否认自己的目的，但在和才一相处的过程中，江谷确实对他有了感情。才一没想到唯一让他放松的人，现在却成了他最害怕的人。你帮帮我。就在这时，查明江谷身份的利安来到别墅，两人便开始打了起来。才一看到江谷挨打，脑中浮现江仁汉的身影，和现在的场景重叠，吓得蹲在地上。利安赶紧上前安抚，江谷瞬间清楚了，自己不过是个小丑。第二天，校长和韩老师叫江谷到办公室，给他准备了全国高中资料。凭他现在的成绩，随便挑一所学校，都能拿到全额奖学金和生活补助金，一直到他毕业升学。直白点说，就是要让江谷离开这所学校。但江谷坚决要在朱姓读书。对于校长来说，想要赶走一个外来学生，并不是一件难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江谷拿起手机，刚才的对话已经录下了。利安得知才一将去纽约，而且要嫁给一个油腻的大叔，不管才一怎么疏远利安，利安都决定守护心爱的人。赫拉还专门为才一办了告别派对，说是告别派对，倒不如说是赫拉自己的庆祝，因为赫拉一直喜欢金利安。如果才一去了纽约，金利安只能对赫拉好了。接触江谷的那个朴太昊，爸爸是金酒店老板，妈妈是外面的风流女人，太昊是他生的私生子。太昊、江谷和江仁汉曾在同一所中学念书。崔允熙感到被耍，正在对付朴太昊，却被来教室的江谷看见。班长看到江谷被揍，悄悄拉走了太昊。江谷见同学为自己挨打，决定先找崔允熙算账。另一方面，学校一间隐秘教室里，一个神秘人影出现，
用高科技手段发送信息，没想到竟然是班长。小 V 的电脑里不仅存有才艺的黑料视频，全校师生的重要视频他都有保存。班长用代码形式将黑料发给才艺，才艺想到赫拉说过，发信息的人一定是朱姓高中的，于是来到学校找线索，正好碰到刚发完信息的班长。但才艺并不知道班长就是威胁他的那个人。才艺为了找出真凶，把姜仁汉被害的线索告诉了江谷。他深夜逃到街上，才艺恳求江谷帮他，因为视频里也有利安，等于是帮利安。但江谷觉得自己和那个人的目标相同，就是揭露学校的秘密，况且利安还是他的情敌，对江谷来说这也是一种残忍。赫拉如期举办了告别派对，同学们都提前步入了成年人的生活，连内向的班长也来了。派对上的那顶女王皇冠象征着前任皇后即将退位，赫拉将成为新的皇后。随着江谷帅气登场，躲在暗处的班长收到了消息，问他那些视频的来源。班长满脸疑惑，不知道自己怎么暴露了。结果下一秒江谷就站在他面前，我提醒过你，慌张会被看穿。赫拉在等待利安出现，手机突然收到一条热点新闻，准备带才艺去纽约的油腻大叔因疑似吸毒被警方逮捕。与此同时，一辆破车突然开进了派对，赫拉还以为利安是来接他的，没想到才艺也在车里。赫拉没料到自己才是真正的小丑，江谷也被利安远远甩开。才艺和我必须重新开始，我无法再忍受了。江谷打算联合所有的奖学金生来对抗那些上流富二代，但班长告诉他，对付那些人并不简单，因为学校其实一清二楚。班长手中的那些视频是从校长的电脑拷贝的，但班长不想让江谷知道，校长其实是自己的妈妈。班长提议将郑才一和金利安的视频发布到各大媒体和平台上，江谷却迟疑了，要不要和我合作？因为才一没能顺利去纽约，载赫也无法独占才一爸爸的财富帝国，所以载赫把偷拍到的不雅视频发给了赫拉，想用这个视频激怒才一的爸爸，让才一赶紧被送到纽约。可没想到赫拉有原则。才一偶然遇到江谷，江谷说已经找到了爆料的人，那人目的和他一样，就是曝光学校的黑暗面。但江谷不愿这事，让才一受伤。可才一说，即使江谷射箭向金利安，自己也会毫不犹豫挡在前面。那么我们俩终究要对立。几天都没见到男友，韩老师开着蓝色旧车去了李佑镇家里，还把破碎的挡风玻璃换了新的。李佑镇说韩老师不应该开那辆车，那样做很危险。但韩老师说那是他们爱情的见证，即使他早知道佑镇不爱他，心里只有赫拉，但他是真的爱佑镇，所以难免难过。我们分手吧。金利安正在上辅导课，却意外收到一条信息，竟然是自己和才艺的不雅视频，于是让所有仆人去查发视频的人。利安来到学校，把收到视频的事告诉了才艺，但才艺一点都不惊讶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让我来保护你。江谷直接去了校长办公室，警告校长必须按校规处分坏学生，还说自己有很多证据。刚出办公室就被班长拦住。班长对江谷找校长的事很激动，他不像你看到的那样，你要是知道那秘密，原来是你啊。但他们的对话被才艺听见了，原来一直威胁自己的人竟是班长。但才艺说自己会承担一切，亲自向父母坦白这件事。那么爸爸一定会想办法阻止这些视频公开，最糟的可能就是被老爸训一顿，然后被送去纽约不能回来，那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就在江谷要走的时候，才艺无奈说出了秘密，原来才艺已经怀孕了，因为担心和妈妈一样被爸爸赶出家门，所以不敢告诉任何人自己去美国3个月失去堕胎的事，连利安都被瞒住了。你必须解决问题。赫拉气冲冲地赶到学校，责备利安连女友都护不住，被拍视频都不知情，还透露了拍视频的主谋是谁。利安气得直奔高一更衣室，狠狠教训了载赫，问他为什么拍那些视频。载赫没想到赫拉会出卖他。就在这时，江谷冲进来把利安拉开。载赫不仅不感谢，还说江谷这个拿奖学金的多事，然后趁机溜了。利安想把气撒在江谷身上，但江谷却说利安不配当男人，从现在起你去保护他。赫拉回到家却撞见了才一，原来才一这次是来正式告别的，因为她怀孕的事被爸爸知道了，爸爸会尽快把她送去纽约。才一觉得赫拉永远是她的好姐妹。这时赫拉接到了爸爸的电话，爸爸说绿集团会帮他们。
赫拉顿时觉得姐妹情比男人更可靠。才一知道自己无法向爸爸解释，所以才同意去纽约，但希望爸爸帮闺蜜一把，因为赫拉是唯一的好朋友。爸爸因为集团需要女儿牵线，只能同意才一的要求。你来纽约找我，我请你吃好吃的。才一回家见到金利安，下车后和利安一起去河边，没想到利安竟然知道才一怀孕的事，自己却没在她身边，还借赫拉机会报复才一，悔恨的泪水不自觉流下。才一只是想让利安心，所以从未揭露真相，没想到最后还是走到了这步。全是我的错，竟是李佑镇拿着才一在美国流产的照片递给了才一的父亲，他的意图就是让才一被送到纽约。就在李佑镇生日那天，他在楼梯口和后任总统的儿子约会，为了给李佑镇惊喜，他特意提前订了酒店房间。他们正迫不及待时，突然被姜仁汉撞见。他心目中崇高的老师竟然和学生纠缠不清。原来姜仁汉刚被同学暴揍，才跑到楼梯口。李佑镇还提醒他们收敛些，别玩得太过火了。才一正准备出去找姜仁汉，可被金利安拦住了。姜仁汉用录像笔拍了才一的验孕棒，要是视频被他爸爸看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韩老师也跟着姜仁汉追出去，本想解释清楚，但没追上，只好开着蓝色宝马追赶。这时姜仁汉给姜谷打电话，希望弟弟能帮忙。韩老师也开车追过来，但姜仁汉不听老师解释，继续跑。就在姜谷回电时，姜仁汉接了电话，韩老师反应过来，发现撞倒了姜仁汉，手机正在播放录像。韩老师在姜仁汉的口袋里找到一支录音笔，想到自己和李佑镇在楼梯口的事，可能也被记录下来了。韩老师没有拨打急救电话，而是拿走了录音笔离开现场。所以姜谷为了调查哥哥的死因，转学到了朱信高中。但事情并不顺利，校霸总是欺负奖学金学生。幸运的是，财阀千金郑才一出面解围，虽然奖学金学生免了学费，但这不是他们被歧视的理由，应该将学校的所有恶性事件全都公开揭露，这样才能防止更多事件发生。才一和利安亲密时，班长在一旁偷拍，这次被才一抓了个正着。与此同时，利安也收到一条短信，说发视频给才一的人是校长。才一不但没有责怪班长，反而让他把视频交警方。班长发视频是因为觉得朱信高中不该这样，学生的威信甚至比老师还高，因为校长也是听从利安妈妈的命令。所以利安得知真相后，立刻回家找到了自己的妈妈，问她为什么要发那些视频给自己。而妈妈的回答是不准儿子在外瞎玩女人，还弄得敌对财阀千金怀孕。利安彻底无法忍受妈妈的控制，换来的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妈妈第一次打他，虽然姜仁汉的死和利安没直接关系，但他们歧视的行为间接引发了悲剧。于是才一和利安去姜仁汉墓前忏悔，利安也表示会去向姜谷道歉，但才一不得不听从爸爸安排，去纽约生活而离开利安。校长叫韩老师到办公室，给他看了一些不雅视频，如果视频公开，朱信高中的名声就会全毁。李佑镇的父母也不希望因为这事闹大，校长于是拿出准备好的辞职信，还警告韩老师离职后不能提这事，否则就会因肇事逃逸被抓进监狱。佑镇把才一去纽约的真相告诉了赫拉，因为佑镇以为赫拉真心希望才一离开，所以才把那些照片给了才一的爸爸。韩老师辞职后，在门口看见佑镇和赫拉在一起，一怒之下开车冲了过去。佑镇吓得迅速护住赫拉，佑镇拿着那支录像笔，内心不安的他来找才一，把那天的事都告诉了才一。因为韩老师开的那辆车是自己的，如果撞人的事情被曝光出去，肯定会给从政的爸爸带来麻烦，所以就帮韩老师掩盖了那件事。佑镇为了自己和才一的友情，将那支录像笔拿了出来。才一将录像笔交给了姜谷，姜谷拿着笔去报了案。而根据车牌号的信息，查到车主的地址居然是总统候选人的住址。谈我看我们得先跟局长说一下，是毕竟警方来到学校将崔允熙带走，校长也被接受调查，韩老师因交通肇事罪戴上了银色手镯。姜谷终于为哥哥查出了真凶，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虽然姜谷有万分的愤怒，但也只能让韩老师接受正义的审判。朱信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，不得不开除现任校长，而校长在财阀的面前也只不过是以一般。当他们觉得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，一脚踩下去就能让你沉入万丈深渊。班长却认为妈妈的离开对自己来说是最好的，因为班长再也不用为这样的妈妈感到羞愧。利安也正式向姜谷道歉，
虽然自己不是害死江仁汉的凶手，但出事那天自己确实欺负过他。丽安为那天发生的事情感到惭愧，我绝对不会接受你的道歉。曾经最好的闺蜜也重归于好，一切都回到了正轨。你要好好的。才一准备在离开韩国之前，给丽安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。想不到顶级财阀公子哥连自行车都不会骑，但在才一的指导下，丽安很快就学会了。才一还带着丽安来到那个路边摊，重新买来2份吐司，因为之前江谷给自己买的时候，自己没有努力去尝试，现在他只想和自己最爱的人一起品尝。没想到这是他们吃过最好吃的东西。幸福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。才一在江边和丽安道别，丽安刚想拥抱才一，但才一却说要笑着对彼此说再见。而丽安的眼眶早已红润。朱信高中也恢复了应有的平静，只是那个特级教室再也没有了才一的身影，尊贵的校长宝座也迎来了新的威望。才一让赫拉给江谷带来了吐司，表示自己已经接受了江谷的建议，但此刻的江谷却吃不下去，因为他赶着去见才一最后一面。见到才一的江谷一把就将他抱在怀里，因为自己一心想给自己哥哥复仇，所以做出了很多伤害才一的事情，还让才一因此离开韩国。才一说自己不去纽约了，因为他要去一个自己觉得舒服的地方，然后重新开始生活。保重。才一来到一个小岛上，走进岛上的小院，